嗨，大家好。今天又是下雨天的天气预报了。早上吃完饭出来一看，天色都是灰暗的。预报呢是现在开始整个上午都是下雨，但是可能不同地区会有早一点迟一点吧。所以趁着还没下雨呢，今天也不敢去远啊，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行一下就好。就像我经常跟大家在村里随拍时跟大家分享的那样，你看啊，上班的时间段，这个村里的这些道路两边啊，停满着车，有横着停的，直着停的。也就是说呢，原本这种下雨天啊，最需要开车出行，因为这样才是比较便捷，不会被雨淋。但是大部分人都选择把车停在了村里，更多的人呢是选择公交出行，也就是说，大家更多的可能选择地铁啊、巴士这些出行。所以这反映了什么呢？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经济问题啊，就大家没有办法比以前挣更多的钱，但是通货膨胀摆在那里，各项的费用呢其实都增加了，还有更多的人呢，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现有的收入啊，还会在不同程度呢降低自己的收入，甚至还有更惨的，就像我的邻居中年失业啊，就原本在他脸上看到的精气神全都不见，剩下的是一种灰溜溜的失败者的那种表情。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做人也不要气馁啊，不要碰到一点失业这样的打击，这种挫折呢，就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可能更多的需要居安思危，就是你在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真的还要想想有没有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才有可能在丢失一份工作的时候呢，还能够找到类似的，甚至不亚于这样工作的机会啊。这个是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呢，这些都非常难说呀。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啊，他尤其是原本过得平淡但是比较顺利的时候呢，往往没有太多的这种面临失败时的心理准备了，而且大家过着平常的日子，可能也就得过且过，没有更多的想去怎么提升自己，让自己拥有面对更多挑战，或者说有更大进取的这种能力和知识储备。这个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啊，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甚至已经不止一代人，在2、3代人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安于现状啊，就会变得按部就班，就按现在的话，大家就有一种躺平的心态啊。但是这个恰恰呢，就是
进取的人是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即便是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获得面对新的挑战啊，去赢得新的人生，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变得更好。我这边不知不觉就骑到了平时我很少来的一个小区，叫康怡居。祈福新村有很多这样的组团，或者说村中村、院中院啊，就是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名字的小区。但其实呢，很多都长得差不多啊。这些房子啊，设计了一遍以后啊，基本上在村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也没有什么特色，基本上就是5、6层这样的房子啊，都是比较前期的一些建筑。好在呢，就密度不是特别大，留出了很多空地啊，做公园。但是不便之处呢，就是在这个屋村里面啊，住了30来年的人，都从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了。那对于这些没有电梯的楼房呢，确实住在5、6层的人啊，每天上下楼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个祈福新村里面的很多人呢，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他们才会从一个相对比较老的房子，然后呢，有了更多积累以后，就会置换一个稍大一些、更方便一些、楼层更好一些、生活设施更完善一些的小区。那我相信呢，也就只有少部分人才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人呢，一间房间，他可能住个10年、8年，甚至几十年以后呢，他还是住在这里。可能只有等到他的孩子大了以后，如果他的孩子有出息，才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呢，我想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惰性和这种自满的心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大愿意接受挑战，更多人更愿意躺平。他看看左邻右舍，反正生活环境跟他类似，他也就变得心安理得。现在应该是下雨之前的时候啊，气温呢应该30度上下，也没有太阳，但是感觉很闷热，气压比较低。这是南方这种多雨的季节啊，一贯就是这样的天气，所以北方那些初初来到这里的人们呢，就非常的不习惯。他们觉得冷一点没关系，热一点也能接受，就是最好每天看到的就是辽阔的天空。
灿烂的阳光，然后这样呢，真的就感觉比较爽快了。确实也是如此，但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虽然地方很大但是真的适合老百姓这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区呢，并不是很多。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生存，因为有某种资源或者这些地理环境便于运输，农耕社会可能需要这些江河，取水容易，而且天气热一点呢，比较容易让那些庄稼能够成熟。所以在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中国一直是这种农耕的社会。那可以想象，这种农业的社会呢，很难积累财富来改变自己，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进程。只有进入工业化革命以后，然后呢，这种财富才是开始比较容易积累，尤其是对那些最先进入这些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利用他们的资本，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更加适合他们生活的，或者说能够让他们的经济更上一层楼的殖民地。那么这是一个人类主动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相对会去选择一些气候比较好、自然环境比较好，而且也有资源，更重要的呢是人口比较少，生产力比较低下，那么他们带去的新的技术、资金，然后就会在那边呢开辟一片新的区域。那当然他们就是一群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本质就是为了让自己、让他们的后一代、让他们的子子孙孙过上比在他们自己原本那个国家可以更好的生活。但是客观上呢，也造就了这个世界发展的更加的均衡，而且经过了100-200年以后，你再去回望一下历史，你就发现现在很多被那种西方老牌帝国主义殖民过的国家，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只要他们的势力范围还在，甚至变成了他们的联邦国家，那么这些地区依然呢还是经济发展的比较好。更重要的呢是人文环境比较好，更加适合居住。这也是世界上大家了解到的，无论是像加拿大、像澳大利亚、像新西兰，当然还有类似的这些国家，现在呢都成了新的移民，大家热衷希望迁徙的地方。那原因呢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在世界上适合居住的国家或者城市的排名当中呢，就占据比较好的位置。可惜中国这个国家呢，从历史上讲它虽然是一个分分合合的帝国的形式，一直有皇帝或者有皇权这样的思维，但是虽然它在历史上也曾经强盛过，也据说在宋朝某些朝代占据世界
相当比重的 GDP， 并且也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是它并没有在世界远离中国的角落建立任何的殖民地。有的呢，反而是那些因为贫困、因为不满这个社会等等原因逃出去的人们，或者纯粹呢就是为了追逐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长途跋涉离乡背井的人们，结果经过了很多代呢，这些人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泰国、马来西亚乃至印尼，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信息的发达，有更多人呢直接干脆就去向了北美、欧洲，成了新移民。而那些老移民呢，基本都被当地文化所同化，但是呢，也因为中国文化的顽强，所以呢，基本上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中国人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一些传承。我们现在呢，经常会为那些在海外取得成就的华人，其实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成就感到与有荣焉，觉得也有我们一份的光荣。你看最近泰国政坛又有新的交替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他信还有英拉兄妹都是华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其实从骨子里面呢，早就是一个纯正的泰国人。那么他们可能因为中国的文化的某些方面的优秀，有更多的移民才有的那种奋斗的精神，所以经过很多代人呢，他们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成为商界大佬，而且慢慢的也有了参政的意识。虽然呢政治风云诡谲，在这个中间呢，他们也吃到一些苦头，但是毕竟呢，他们也算在那边站稳脚跟。现在经过了一些政治上的磨难之后呢，他信的小女儿居然现在又成为泰国的新一任的总理，所以确实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中国人就为了他们自己更美好的生活，离乡背井，经过很多代的发奋，慢慢得到的成就所以无论他们现在国籍如何，他们讲什么语言，只要他们的姓氏当中还有中国人的根，而且他们其实好多代人也没有忘记中国的文化，他们的子弟也会在年轻的时候到中国这边来学习更多的中国的文化。当然了，他们更多的还是拥抱更先进或者说更开阔的其他的文明。你比方说像这次当选泰国总理的他信的女儿，她年轻的时候确实也到中国来学习过中国文化，但是她的大学文凭更高的这些学位呢，
都是在美国拿的，所以他们有中国的文化的根基，又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能够自由竞争做生意的国家。然后呢，他们在挣了钱以后，他们送他们的子女去到西方先进的一些国家学习，所以他们才有了更出众的综合的这种能力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因为他们这些新的观念呢，肯定也是为他们国家的年轻一代的人所推崇。我相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历经好多代而不衰，并且呢一次一次遭遇重大挫折，但是能够顽强的站起来，依然呢能够受到他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支持，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们也是华人的后代，但是跟中国10几亿中国人当然也是华人。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比较的话呢，那我们中国这边的华人呢，可能真的努力不够或者生活太过安逸，大家更多的人选择躺平。骑着呢，居然好像又有点云开日出的感觉了，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最近真是广州的天气变幻莫测，而且经常会有大暴雨。像昨天我开车出去，原本和我的小孩好不容易约好了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一下久违的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结果呢，幸好我先把他送到了博物馆，办了点事，准备再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雨实在太大，从停车场出来就那么几十米的路走不过去，最后只能作罢。而且在回番禺祈福新村的路上，遭遇了一场天昏地暗的大雨所以我也稍微拍了一些。结果呢，今天早上起来，当地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上传的各种视频还有照片呢，大部分都是说的昨天的一场大雨带来的灾难。就是无论是广州市区还是番禺，还有很多的地方都这个被水淹了，很多的车呢在水里抛锚，很多的地道都被水浸泡，那满街的更多的散落在地下的就是那种电动车，我相信呢损失惨重但是这些新闻消息呢已经让我们见惯不怪因为真的现在的广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也算住了几十年的人了，就感觉每年呢都在搞这些下水道的工程而且每年都吹嘘又有什么样的成就，很多的堤岸，很多的这些防水的设施呢，号称100年可以抗100年不遇的这些洪水等等，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感受呢，真是给这种说法拼命打脸。就是只要稍微一下大雨呢，
这个城区里面的一部分，甚至很多地方都会被水淹，造成交通拥堵呢，就是一件小事啊。结果呢，很多的商铺不得不提早打烊，甚至有很多的店铺呢，在1楼的直接就进水。哇，这种景象啊，就是感觉好像年复一年的没有任何的改善啊。这和这个城市修建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市政工程，就总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恰恰就这样。所以说他这些疑问，难道又碰到了几百年不遇的洪水了吗？就每年都这么说，就感觉这是一种推脱责任、逃避责任的一种说辞而已。那么再联想到今年其实不仅是广东，像湖北、湖南，最近还有像北方东北那边的大水，造成重大的这种损失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社会上的主流的媒体，也就在这种灾害发生的时候呢，略有提及，有些报道。但是更多的呢，就是 GDP 又有增长，什么新的项目又完工，又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等等啊。而对于那种遭受到伤害的地区和人们，也就偏言直语，一笔带过而已。所以呢，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所谓主流的媒体的报道，真的就感觉很嗨。但是真正联系到自己生活或者时不时会承受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甚至是一些灾难呢，就大家这种情绪上的反差就会非常之大。所以这种宣传和大家内心真实的感受还是有非常大的反差。现在呢，我在祈福湖边连续的转了好多圈，就感觉天色琢磨不定还是就近的在村里随意健身骑行一下就好。趁着骑行的无聊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聊聊。但是广州呢，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城市，它的天气呢，到了这个夏秋交界之际它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天气的转换而更多的像是一种天气的这个继续。就比方说你夏天下雨，它秋天也下雨。
夏天是这个气温，到了现在秋天几乎还是这个气温，就感觉这座城市以我们的居住体验来讲，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四季转换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季节搞定，偶然呢又会突然好像吹来一些寒流，这个一日入冬。当然我指的是年末的时候，春节前后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呢，广州只有漫长的夏天，还有呢就是短暂的冬天。说的不是冬天的温度主要说的是感受。因为这边老百姓呢，真的很少有家里很厚的棉被，有很这个抗寒的羽绒被、羽绒服之类的。到了冬季的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就是靠一个字扛，或者是两个字硬扛。等到某一天大家实在扛不住，想去买一个暖气炉什么之类的取暖设备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冬季就过去了。所以大家每年呢都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之中就该扛的就扛吧。但是呢，对于这个漫长的夏天或者是高温、多雨、湿热的这种天气，大家就是一个熬，虽然很难熬，但是呢也必须熬过去因为普通老百姓呢没有那么多钱住大房子，24小时开着空调，出门呢就坐车进到商场购物用餐。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夏季也不可怕。但是中国老百姓呢，绝大部分还都是温饱水平，对于那种长时间吹空调，这个出门就开车，那就是要付电费和油费这个实在有时候也吃不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节省自己不多的这些收入把它用在怎么能够去改善自己的饮食，而更多的呢是支援自己家里孩子的学习，或者说呢，现在的中国人宁可自己还是节衣缩食，但是对于下一代的幸福生活呢，还是充满着爱心，给予过多的这种支持。你加了那个群吗？所以中国人老百姓很善良，大家呢也没有太多的好高骛远的想法。但是呢，老实讲很多人的生活的水平或者质素呢，还有待于提高。或者换言之，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过的生活呢，如果在很多的一些先进国家来讲，充其量只能算一个穷人的生活水平。我说的是物质上的，因为呢，很多已经形成标准的东西在我们这边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你比方说你在北美的国家，那么你家里的冷热水、北方地区的取暖等等呢，就必须是标配即便你是租房，你也有权利享用这些。但是我们这边的很多家庭真的这方面还远远没达到。好了，就是趁着下雨前呢，这么一个机会在村里随便的说说话，骑车，跟大家瞎聊，有些可能也是一些胡说八道但是呢，仅是
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大家听听就好，也欢迎大家随时批驳，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啊。生活呢，每天还在继续，平淡的生活之中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常态啊。但是我觉得做人的话呢，就在这种平淡的生活当中，多少应该有一些不安分的心态。当然有可能呢，还是要去为自己创造一些新的体验，更多的快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好了，今天分享到此为止，谢谢观赏，再见，拜拜。